我叫陈文庆，今年36岁。我中一开始就参加社会党，赌博、偷窃、诈骗、吸毒，还有帮大龙做跑腿。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烂人。文庆从年少开始，他就沉迷赌博，欠下大耳窿巨款，之后开始用毒品麻醉自己。因为犯下各种罪行，10多年来先后入狱4次。因为我中学期我就开始赌了，欠阿龙很多钱。但当下阿龙就问我：“你要不要做工？一间屋子，你只要泼漆写在墙壁，50块给你。”做差不多1年多，直到被抓了。人生第一次入狱，文庆被判了16个月监禁，外加2下鞭刑。刚刚开始你懂你会被鞭，所以我当时很怕很紧张，又听说很痛，有些人打了晕倒，第一针打下去有一点晕了，第2鞭打下去就比较好，因为你的屁股麻了。第一次坐牢和鞭刑，并没有让文庆改邪归正，他只是觉得坐牢很无聊，一旦重获自由就故态复萌。我一出去，我的朋友就来载我，当晚就去酒吧了所以说是没有说改了。其实我的生活是吸毒、赌、偷东西，偷到有时候累了，你就开始欺骗，连你欺骗累了又去偷东西，就这样在这个原地打转了。深陷在毒和赌的文庆无法脱身，出狱没多久就因为警察临检被查出毒品，被判入戒毒中心1年。被释放后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女友有了身孕，匆忙之中，文庆做了爸爸。actually 是so-called shotgun 啦，先有小孩，所以当时就有点紧张张就跟他结婚起初我有了孩子，我就想要改啦，要改邪归正。我叫 Grab 送货2份工，那个精神花了很多，可是钱还补贴不了我的 expenses。到那时候我就讲我也要第3份工了，就开始想办法。我以前有玩过这个药，可以给我不用睡觉，我是要拿药来帮我做工。抽了我就真的是第1天、第2天，哇，真的可以很用功不睡觉这种。可是subsequently 就变成domale了，就是那个药控制我了。我本来第3份工做变成没有做，第2份工也没有了，第1份工也没有了。我就开始我就动怪脑筋了既然正当的路不能给我这笔钱，在狗急跳墙的情况下，我每天那个时候早上8点我就去开始超市去偷，8点我可以偷到差不多5点有时候偷到 overtime 偷到11点。文庆为了生活开销和满足自己的毒瘾，铤而走险。后来自行投案入狱，为的是希望自己可以重新开始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被判10个月，所以我在里面待了6个月，我就出来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了，我前妻也是应该是累了吧，他就跟我说他要离婚了。那个时候是一个蛮大的打击了。
文庆抱着希望从监牢出来，不料迎接他的是妻子要求离婚，他也不让文庆回家。因为当初我能进那个监狱，也是因为我希望重建家庭嘛。可是当我出来的时候，东西是180换嘛，就觉得我那时当初进去很不值得，就有很多怨恨。我看不到我女儿，等我妈妈又生病，就很多东西不能接受了，就开始逃避哦，就吸毒，放弃我的人生啊。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玩到死，做到死，不用紧啊。就没有一个拖欠啊，就是没有一个东西给我 hold on 啊。突如其来的巨变，文庆无家可归，只能露宿在自己家附近的祖屋楼下、楼梯间和自助洗衣店。我也不可以回我的父母家，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，所以说如果他知道儿子被赶出去不让回家，他应该会很讨厌我的前妻。那个日子很辛苦啦，因为我没有工作，我就在那边歇嘛。但我要谈的时候，哇，人家走进来，每个看我一个眼色，哇，怎么这个人在那边这样年轻，这样子躺在这边，差不多4点5点就起来，因为早上的人要出来呀。所以那时候就很完全 aimless， 觉得没有用，没有意义了。所幸的是，文庆的流浪汉生活并非无穷无尽。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，联络上了一个也是前囚犯的朋友，帮他找了一份工作。还有个工就是载货的啦，叫我去面试，一天是差不多50块，所以我就去，一样穿着拖鞋面试，然后我就去那边开工，连赚了那个第一天的钱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现在有份工了，不可以睡那个楼，我要找地方住啦。文庆在小印度找到一家廉价旅社，算是暂时安顿下来，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然而，他的心里孤单又愤怒。我的家是比较传统的男孩子我爸爸就比较疼。我的家庭有3个男的，3个女的，我就刚好排在那种不会读书，好像他会带我出门这种，连他介绍我是好像，哎呀，这个不读书的啦，以后就是倒垃圾的。其实，在他的身后一直都有一个默默守护着他的母亲。虽然文庆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妈妈很爱我啦，我妈妈每天我做完工回来，她就叫我吃饭这种。从小就是她带我们，煮饭这些洗衣服都是她带。等我每次在学校闹事打架，被抓被要保，等缺钱什么东西都是她咯。都是他在我身边的，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啊，他不是很多话，但有一点老古板，可是他的心是对我是最纯的啦。文庆第4次入狱前，他的母亲忍着病痛给他做保释。我妈妈已经有癌症了啦，但他还来啦，他还是一乖乖来担保我咯。我还是去保，不要进去坐牢啦，不要面对啦，就跑路。他每次一直跟我讲自己要会想啊，讲他已经这么老，已经不能看我多久了啦。他讲你能改，不用想，说每天要想赚大钱。他就一直念我啦，他讲你吃简单一点，你住简单一点，你生活简单一点，好好过就很好了。这些坏的东西不要再做了。他是希望我好啦，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真的去 understand 的。文庆一再弃保潜逃，终究躲不过恢恢法网。他没想到的是，第4次入狱竟然也是一次生离死别。在我第4次入狱的时候，我在那翻报纸，在那看，我就看到这个面孔很熟悉。当下我就停顿一下，讲很熟悉，这个不是他啦，不是他啦。我自己的心里的时候，我就再翻回去看，然后我看到他的脸
我不懂是我不认识他，还是我不要去接受啦。他上个月还打电话跟我讲，他会马上来看我吗？我还愣住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名字，然后就看到我自己本人的名字啦，看到我爸爸、我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啦。当下我就去 break down 了咯，我直接 break down 了，然后我就跑去后面，就是在没有人看的地方就打了我几下啦，自己打自己几下。因为在我人生，只有我妈妈对我不离不弃，对我是真的100%的爱，100%的关心，100%的支持啊。所以说，突然间这个 pillar of support 突然就这样走了，自己不能接受了。文庆在牢里读报时，赫然看见他母亲过世的讣告，家人完全没有通知他，让他不但承受了失去母爱之痛，也发现自己被家人遗弃。文庆还在服刑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过世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，心里都是母亲对他的好，令他久久无法释怀。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人就是我妈妈了。我最遗憾的就是浪费那个时间在错的东西，导致我今天我妈妈最后一天她走，我无法跟她道别啦。连这个遗憾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了，因为就我妈妈就把它留住，连她就走了，连就她有那把钥匙，所以说这个遗憾呀，不管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取代啦。我妈妈是看不到了，感受不到了，所以说不管我再变得再好，还是辜负了她了啊。文庆出狱后，痛下决心重新做人。在儿童癌症基金会主办的散发希望活动上，他抱着纪念母亲的愿望，削发筹款。Because just to remember my mom. What about it? She has a cancer, so she left on 2022. 这天是文庆母亲的忌日，他一大早回到老家，给父亲买了热茶，陪他聊天。母亲已经不能陪伴他，但是曾经放弃他的家人却开始接受他。希望说他成功，赚钱，娶老婆。修补与家人的关系是文庆重生的重要部分。算是做对了咯。如果有娶老婆这样最好吗？能够跟曾经放弃了自己的父亲好好相处，文庆心里觉得安慰。在他找回错过的人生这条路上，有许多人陪伴他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他如今的未婚妻。我称她为未婚妻，虽然我们还没有2人嘛，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比她更好啦。我在进去之前我就认识她了，说那个时候我还在我的谷底了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惨，要睡在车里，她从来没有怨我啦。她也真的很好，她也从来不会judge 我，说我就真的很爱她了呀。亚洲新闻台曾经报道文庆的故事，培训中心的经理在电视上看到他，萌生了通过聘请文庆来帮助他的念头。我的名叫陈德亮，我是文庆的培训经理。
问我的朋友，那他需要工作吗 ？OK， 你帮我问一下他有没有在找工作，我想见他，可以邀请他下来面试。他一到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喊很大声，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就特别的大声呢，就把全部人就转过来看，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么大声，就快点带他去一个房间 ，OK， 就开始应征。人生的偶然让文庆遇到了生命中又一个向他伸出援手的人，使他在重启人生的路上获益良多。他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贵人啊，一路走来啊，他扶了我很多，一直在给我机会，就是有什么可以给我 upgrade 的，他都会尽量为我的方向而想啊。我每次会问自己啦，为什么这个经理还这个人这么好，很多东西都是其实根本他不必做的，可是他选择了做，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信念呐。既然现在机会已经来了，我就是把它做得更好咯。文庆加入技能培训中心，接受培训，成为导师。经理陈德亮如今既是他职场良师，也是他的益友。但在开始的时候，德亮和他的上司对文庆并非没有担忧和疑虑。本来我想找他只是做普通的会计人事部，还是他对培训有兴趣，那也好，我是负责培训的，我就会可以的栽培他 ，OK， 那他也接受了。那当然老板有一些忧虑，会不会他可能会没上班啦，还是迟到啦，还是等一下又动回白粉。所以我记得老板就告诉我，如果他出什么事情，你要自己扛哦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，如果你要帮一个人，你就不要想这么多，先试试看，给他机会。很高兴他没有令我失望，他3个月 probation 的时候没有一次迟到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请对人。文庆没有让给他机会的人们失望，努力而正直地为生活打拼。文庆也加入为支持前囚犯重生，给予他们第2次机会的黄丝带义跑活动。他积极地参与各种有意义的活动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正面的力量。要重回社会，其中一个强大的支柱是跟自己一样曾经误入歧途的伙伴。前囚犯网红姜伟南、布鲁斯等都邀请文庆上他们的节目，分享自己的经历，给游走在边缘的人们作为警惕。到今天的他 bring positive the message across the world. The bottle that you drank one. Mr. Bruce actually 我从出来就跟他联络，他的过去比我更惨，他可以走到这么有信心，他可以这么坚持，为什么我没有比他糟糕？为什么我不能？所以说第一 actually a lot of things 让我坚持下去了。在告别不堪的往日，重回社会的路上，有一个监狱官给予文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，让文庆倍感温暖。Sir Simon 他是一个很好的长官，渐渐的好像我的第2个爸爸。I'm Simon Lee Hai Chen. I'm a manager at Community Corrections Command. Reeducation is actually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because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, most of their time in prison, and then if we let them straight away go out into the community, right? It can be quite a shock. So, Boon Kheng is one of them. It's his motivation to stay clean, no drugs. So I will ask him to, he has to 连根拔起 really root out all the vices. I want him to be surrounded with people that is like-minded, like those ex-offenders that have turned over a new leaf. Hello, Daniel. Yeah, good job for coming a long way. You cannot change the past. Maybe one of your regrets is your mom, but I'm sure she knows when you're doing well, you make her proud. 在这个改过跟改变的路程，说真的不是很多人了解，也不容易这段道路。不过你的改变和你的努力和付出，
很多人都看得到。重启的道路充满挑战，幸运的是，在文静的身边有一群全心全意给他支持的朋友。你永远是我们最大的保护。有很多人会 support 你的 ，OK， 所以你不要 give up。我还觉得很欣慰啦，就是这些人一直以来，自从我出来，他们一直在我身边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师，我的师傅。So 从他们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啦。所以今天看到他们全部集合来给我 comment， 呀，我觉得 it's a confident boost 啊，是一个自信心的增强。有可能我还是会跌倒，可是我一定不会放弃来，不会让他们失望的。为了宣告跟过去的自己告别，文庆在新加坡速读协会的帮助下，获得医美诊所的赞助，开始清除身上的刺青。为了弥补失去的时光，文庆在职场上不断鞭策自己，努力学习。他参加各种课程，掌握各种新技术，考取多个证照。在培训中心当导师，他负责起重机、无人机的培训工作。认真工作让他找到生活的重心和人生的方向。我的人生往往都是人生操纵我嘛，所以这次我能操纵那个无人机，我想要它去哪个方向，对的方向，它就朝着我要的方向而走。我就觉得，能操纵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有满足感的东西。文庆曾经是罪恶的囚徒，如今的他已走上自由的路，每一步都是一次重生，帮他找到重启人生的契机。当我们这些坐牢的人，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，我们就很想要补回嘛。新加坡有很多支持的人，很好心的人，他们也会上来鼓励，他们会来支持，让我很欣慰。就是我不可以这样软弱吗？很多人看好，很多人拿我做榜样，我只是想要为了这些人而活下去咯，能做得更好了。